又到了热到让人没胃口的夏天啦，我们来做个既开胃又有趣的凉面吧。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 Chris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就是说呢，如果要把工作做好，就得先把工具准备好。想开 Uber 就得先买车吧，你想拍片就得买相机吧，还要买镜头啊、买灯、麦克风、脚架。那做菜也是哦，需要用的工具很杂也很多，尤其面对备料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像专业厨师一样的好刀工，就得要有增加工作效率的工具啦。所以今天呢，为你们带来一些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具。就是这一些，这是来自美国的 ASSO。但我平常都练拳茶拳啊，这家是出了名的最贴近使用者感受而设计，而且握持感非常好。你们知道啊，厨房工具都是冷冰冰的，不是金属就是木头。那对厨师来说，能握就好，不会想太多啦。但是呢，你在家做菜就是要舒适优雅啊。那这边有很多工具哦，有9种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像这个直式削皮刀，好久没有用这种直式的哦，以前小时候家里都是直的啦。那 ASSO 的这种握柄就非常好握，这种直式的我自己觉得削起来很顺手，施力点也非常好，刀片也是浮动的，可以很容易贴近食材角度。还有这个酱汁摇摇量杯。直接把量杯跟保存容器整合在一起。你做酱汁的时候，不需要再找量杯、找调理盆，混合以后再找个罐子倒进去。要倒酱料的时候，还要小心不要溢出来。那这个摇摇量杯本身就有刻度，材料全部倒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摇一摇就能混合。而且还有防滴防漏油嘴，可以直接倒出来使用。嘴巴堵住就能放冰箱收纳，超级方便。那这个按压式蔬菜脱水器，相信你们都不陌生。因为我经常在节目上使用，来你们看，这个是我使用过非常久的时间的蔬菜脱水器啊。这个对厨师来说非常重要，尤其是生菜啊，如果你水没有脱干，你整盘沙拉都会湿湿的，酱汁也会被稀释掉，口感大打折扣。就算要下锅热炒的蔬菜也是，如果水没甩干净，很容易喷油，也会让锅子降温得更快。好，重点是，一般的蔬菜脱水机都是用转的，怎么转呢？它的盖子上啊有一个小摇把带动齿轮转动这个沥水篮，这可以转得很快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能撸多快就能转多快，但也不是越快越好哦。别忘了里面是蔬菜啊，离心力太大会把蔬菜压烂。我们以前厨房就真的有年轻气盛的单身弟弟把蔬菜给拖烂了。所以呢，我第一次使用这个 ASSO 的蔬菜脱水器就是小抱怨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子按，那速度就这么快而已啊！实际上用下来的发现，这个设计太巧妙，水能够脱干，也不会让蔬菜受伤，而且还有刹车键，一键按压就停住，超级方便，对工作效率大大提升。好啦，其他的工具我们待会一边备餐过程，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妙用，而且会让今天的料理变得更有趣哦。这种浮动式的刀片一定要握正哦，这样子斜斜的靠下去，刀刃会咬不到皮。你只要摆正，轻轻下刀就好，刀刃自然会适应食材的形状。而且这是双向都有刀刃的哦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做到像这样子，前推后拉都能削，连贯起来就像这样子，像刷子一样刷，但是转动的手要跟上哦。再来，如果你是厨师朋友，习惯拿小刀的，还可以像这样子，这样就算是苹果或马铃薯这种比较圆的食材，都能轻松搞定。所以这真的是一把很容易被低估的削皮刀哦，只要使用正确，它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。先把萝卜刨丝，改变食物造型是解决挑食的第一步，至少我小时候就吃这一套啦。节瓜用这个刨片蛮有意思的，叠在一起像缎带一样很漂亮。好啦，各种食物的刨丝跟刨片缎带就完成了。谁说凉面只能刷枪嘛？不会切洋葱丝的同学们有福音了，用刨片器快又薄，但是要记得使用上盖，免得受伤哦。切丝的洋葱得跑过水才会变脆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但重点是怎么把它脱干？可不是直接往脱水器里面扔啊！把豆浆布拿出来铺在里面，洋葱丝倒进去，袋口叠好，盖上盖子。没错，就像洗衣袋一样。平常生菜脱水谁都会，但若是遇上这种细小的食材，我们就得变通想个法子。好啦，经过脱水的洋葱才会变得又脆又清爽哦。
磅秤鸡胸肉、盐还有水。今天的目标是5%的盐水。来，拿出计算机，又是老生常谈哦。我们说过，盐水的浓度是盐除以盐加水的总重乘以100%得来的。所以5%的盐水，正确做法应该是先称5克的盐，再把水补到100克，这样子盐水总重就是100啦。取整数你最后计算也比较好算。虽然大多粗略的算法都是直接在100克的水扔5克的盐啦，老实说这对做餐来说影响不会很大啦。但是我们的数学精神还是不能忘啊。之前有教过3%的盐水可以做比较长时间的浸泡，但我今天的浓度提升到5%，这就比较适合做短时间的操作，但至少也要2个小时啦。所以浓度跟时间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做调整。只要记得这里的水要用生饮水，至于胡椒跟香料那些我就不加了。之后是要切丝，很容易跟酱汁入味。鸡胸肉进来，这边的盐水是1公升，泡2副鸡胸肉刚刚好。计时2个小时。萤幕坏了啊！算了，可以跑就好。2个小时后烧一锅热水，丢点葱姜去腥，水滚下鸡胸肉，盖上盖子等再次滚飞后，计时1分钟，关火焖20分钟就完成了。所以煮鸡胸肉这个锅子不能太小哦，因为水的容量越多，总热容也更大，也会让余温带来更持久稳定的加热。接着把鸡胸肉丢进冰水里面端温，这一步是为了防止它过熟。我们大概泡个2-3分钟就可以了。捞起来水沥干。接下来用叉子就可以轻松把肉剥成丝啦。看看撕开的断面，非常具有水润感，这说明了盐水有好好发挥作用了。好啦，手撕的鸡胸肉完成。开背神器，不知道我是虾杀手吗？来，细看买。它的动作原理是这样子哦，把细细的像剪刀一样的刀口插进虾壳与虾背的缝隙中，穿过去，就可以把虾壳跟虾肉一起划开啦。这也不错耶，对刀工欠佳的朋友们来说是一大福音啊。重点是不会伤到手，又能开得很整齐，尤其是工具人啊，这可是你们的加分武器啊。杀好的虾子跟透抽丢进滚水烫熟，可以丢2片姜去腥，尽量丢，姜都是老板送的，他都叫我送姜。烫好马上订正，看看这白虾多肥多大啊，比我上次买的8匹草虾还大。凉面酱里面放大蒜，是我当兵在中立受训的时候吃到的。来，首先压个蒜泥进去，压，哎呦，这么容易吗？这东西有趣啊，又蛮好握的。又是个男人的玩具了。走。我宣布，第1届压蒜泥大赛正式开打。这个握起来太带劲了吧！而且就算蒜头不去皮，照样能压出蒜泥，这样双手就不会沾到蒜头味啦。胡麻酱的基本底酱是芝麻酱，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混一些花生酱进去，也是不错的，都可以试看看。先舀芝麻酱进去，舀2杯里面，酱油进来，酱油刚好可以填平胡麻酱表面，可以看得到刻度。我们可以来点水，注意看刻度不要超过胡麻酱的1半哦。搅拌均匀，之前有教过了，浓度高的食材在稀释的时候，不要一次注入大于它的水量，不然这些高浓度的食材很容易整坨颗粒状浮在水面上。所以胡麻酱也是哦，我们必须逐次的稀释它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除了白醋之外，我还加了芥末子酱，除了是酸味来源，还能带点日式胡麻酱的风味在里面。而除了白醋之外，乌醋也是另一种选择，你可以白醋为主，乌醋为辅，提点香就好。最后在炉台上炒点芝麻，炒出香气就好。盖上盖子 ，shake it， 不是在骂人啊，我说摇起来。好啦，台式混点日式的胡麻酱完成。只吃台式的太无趣了吗？来点酸辣的泰式风味吧。对不起，我临时丢了，本来想下猛药用朝天椒，最后还是用大辣椒。辣度的部分各位量力而为啦。但如果完全不吃辣的话，这个章节可以直接跳过。加入白醋跟水，用手持调理棒把辣椒打碎，像这样子有点碎碎的辣椒肉。这边就推荐用冰糖的哦，味道会比较清甜。蒜碎，为什么不跟辣椒一起打碎呢？嘿嘿，因为这把好玩啊！上炉台把辣椒醋煮滚。煮滚就可以关火，目的只是要把谷物醋的呛味煮掉，还有让冰糖融化而已。放旁边降温再进行下一步。
柠檬汁不要煮哦，不然香气会大打折扣。你可以慢慢加，少量会有香气，再上去就依照喜好的酸度就好。我这边下的大约是1颗的量。再来超萌萌的鱼露，你也是得试味道，直到有一点咸味还有鲜味出来就好了。好啦，很简单，酸辣又开胃的泰式风味酱就完成了。蒜头跟辣椒的量可以依照你的喜好跟承受度提高。至于番茄酱怎么没加呢？嘿，这是你最后一道防线。假如你真的很想吃又会怕，那我会建议加点番茄酱在里面，它可以很好的中和这些辣味。但我大部分是不加啦，这个留给你们自己选。现在樱桃萝卜很好买了哦，不像以前只在高档餐厅出现。虽然比起其他萝卜还是贵了点，所以我们可以混搭白萝卜增加分量，又不失风味。刨片器厚度调到最薄，但这个刨片器有做止滑，是我最欣赏的点。把樱桃萝卜跟白萝卜都刨成片，记得手持刨到食材变小块的时候，就要带上护手再刨哦。撒盐把萝卜片做脱水处理，具体撒多少没有一定，只要一边撒盐一边不断的摇晃，直到全部萝卜片都有吃到盐就好了。至于萝卜皮也可以做成其他小菜，有兴趣可以点击右上角看一下哦。抓好盐的萝卜会开始出水，让它放30分钟，继续出水软化。善用你手边有的醋跟糖调制腌料，我这边用的是白酒醋，你可以在里面加点柠檬汁提升香气，还有3温糖，你用2砂也可以。我忍不住来点大蒜，这东西实在太好玩了。再来点切碎的干辣椒，你也可以用韩国辣椒粉，它们比起生鲜的辣椒更具香气。萝卜片装进豆浆布，在清水下搓揉，拧干，反复操作2次，这可以让萝卜的辛辣味跟涩味去除掉。最后再跟腌料混合在一起，尽可能把空气排出来，夹好，大概腌3-4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所以这一步你尽可能提早做哦。凉面 ？No，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油面。应该这么说，凉面跟油面它们是同一个面体，都是加了碱水的碱性面，只是油面煮熟后拌了油就拿去卖了，而凉面会再经过冰镇。而且也由于市场需求，凉面通常做的比较细，比较紧实一点。只不过油面通常拌的是大豆沙拉油，就是有那股味儿，所以我们准备一锅热水，把油面丢下去，搅和，看吧，马上就浮一层油上来了，而且很多，不用泡太久，过了就好。接着直接捞进来冰镇，让面体快速降温紧实。降温后马上再捞起来，来香油，不用太多啊。对嘛，就是这个味儿啊。好啦，封上保鲜膜，马上送进冰箱继续降温。给你们看刚刚的热水啊，好多油对吧？这就是我们平常吃的油面。来打饭菜喽。最后还有这个便当盒，而且今天做的是凉面，超适合前一天就装好，明天上班带着走。肉放上层，酱汁另外装。好嘞，明仔载便当今日给你传便便。2盘面2种口味怎么配菜？哎呀，菜其实都一样啦，就像你在外面吃排骨饭跟鸡腿饭，也是差在肉不一样啊。海鲜放上来，搞定，出餐。把酱淋上去。好啦，今年夏天的凉面2种选择，台式胡麻跟泰式酸辣完成。腌萝卜片也好了，樱桃萝卜的花青素在出汁里面会转变成红色，所以连带白萝卜也被染成红色哦。哇，一次2种口味，来，助理喜欢吃虾虾，不用客气。哈？什么？要我这一盘？送香菜，有这种好事？